我默默爱着白新雅已整整10年，但他眼中似乎只有那个放荡不羁的韩志杰。我们的婚礼源于韩志杰的突然消失。白新雅在1个月前的焦虑中，选择了与我共度余生。但今宵是我与新雅的大婚之日，我岂能容忍其他男人踏足我们的新房？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你请回吧，你们已经结束了。他此刻并不想见你。我伸手挡住了企图继续前进的韩志杰，既是告诫他，也在提醒自己。哦，白新雅真是这么说的。韩志杰不屑地笑了一声，显然对我的话心存疑虑。我正欲反驳，房门却吱呀一声缓缓开启，白新雅裹着红色的睡袍出现在门后，双眼早已被泪水模糊。我还以为你真的不会再回来找我。他哽咽着扑进了韩志杰的怀抱，放声大哭，仿佛未曾注意到一旁的我。他此举再次印证我先前在韩志杰面前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空洞威胁。对不起，心爱的，我并非有意离开，实在是家中突发了一些事情。韩志杰紧紧拥抱着我的新娘，低声安抚，是我错了，往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恨死你了。新雅在喜欢的人的面前脾气总是很好。她松开韩志杰，轻轻捶了捶他，娇嗔道，要是有下次，我就真的再也不理你了。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了。面对他们2个人旁若无人的挑衅，我终于按捺不住。新雅，你们啊！楚云安。新雅像是刚发现我还站在这里，连忙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对我道，你去外面开间房好吗？我和志杰还有一些事情要说。说完，不等我回答，新雅就对我露出抱歉一笑，一把将韩志杰拉进了房间。随即房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丝毫不留情面。我低下头，那朵代表我是新郎的花已经被韩志杰踩得变形，显得可怜可笑。我沉思片刻，还是把它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揣到了西装口袋。直起腰的时候，我听到并不怎么隔音的房间里传来了新雅和韩志杰的嬉闹声。我站在原地，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属于我的新婚之夜被我的妻子拱手让给了自己真正的心上人。隔了许多年，我回忆起那一晚，依旧忘不了那种痛，锥心蚀骨，也不过如此了。那一晚，我蹲坐在门口，一直到晨光熹微的时候。没多久，房门被打开，韩志杰推开门，头发微湿，显然是刚洗完澡。没想到你还有听别人墙角的习惯，怎么听得爽吗？韩志杰抱着胳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嘲讽地勾起了唇角。我不发一言，缓缓站起身来。就在这时，新雅赤脚来到了门口，嗔怪地捏了一下韩志杰的胳膊，旁若无人道，真是的，说什么呢？楚云安会不高兴的。说完，他这才转过头，舍得看我一眼。对不起呀，楚云安，他也不是有意的。我摇摇头道，没事，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白新雅脸上的笑意更浓，她笑道，对了，我还有点事想要和你商量。我怎么会猜不到白新雅要对我说什么？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下定了决心。我明白，你不用说了，我们今天就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你应该和你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应该把人生浪费在我的身上。我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真的，我给你的彩礼钱什么的，你都不用退回，就当是我对你的新婚祝福，你也不用有心理压力。我不是要说这个。白新雅连忙道，你先别急，韩志杰，
你先走吧，行吗？说着，白新雅朝着韩志杰使了一个眼色。韩志杰立刻心领神会，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道：辛苦你了，哥们。我被他这一句话搞得云里雾里，但是很快把我拉进房间的白新雅给了我答案。他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犹豫片刻，终于开口：如果我说我根本不想和你离婚呢？什么意思？我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根本不是我，既然如此，你也没有必要和我在这里浪费时间，不是吗？我愿意放他自由，只要是我能给他的，我都会双手奉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白新雅有些难为情地说道，但是我刚和你结婚就离婚，要是让我爸妈知道了，肯定会骂死我的。你也知道我爸妈的脾气，再说了，他们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和白新雅从小一起长大，两家人的关系也亲如一家。在白新雅爸妈眼里，我英俊帅气，事业有成，又对自己女儿喜欢了很多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乘龙快婿。所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都想把我和白新雅撮合在一起。如今我们刚刚结婚，如果离婚了，谁知道两位老人会是什么反应？白新雅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起来，下一秒眼泪就要落下。你别哭，我答应你，从小到大，我最看不得白新雅掉眼泪。只要她眼睛一红，别说只是想和我继续维持婚姻关系，就是想要我去摘天上的星星，我也会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天梯。真的吗？白新雅惊喜地问道。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想让你为难。我抬起头，像从前一样对白新雅笑了笑。只要你不提离婚，我就一直是你的丈夫，我一定会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至于你，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和我结婚也是激将法，所以我也不会拦着你做什么。等到你有一天想和我离婚的话，我们就分开，好吗？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说着，白新雅便张开双臂，毫不犹豫地抱住了我，鼻息间是她的淡淡发香。我的心里却是难以抑制的苦涩，因为我心里清楚，白新雅说的并不是真话。她之所以不肯和我离婚，或许是有她父母的缘故，但是最重要的是韩志杰太不安分。自从高中因为早恋被勒令辍学后，整整10年，韩志杰一事无成，甚至还因为打架进过监狱。白新雅这么多年一直和韩志杰分分合合，也曾经抛下一切去和韩志杰在一起，可是每一次都是灰溜溜的回家认错，因为韩志杰总是在对他厌烦的时候赶他回家。可是当他义无反顾地追逐韩志杰的时候，我的目光也在一直追随着他。整整10年，想要放下，谈何容易？放心，一切都有我。我轻轻拥抱住他，只要能让他开心，我做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如白新雅所愿，我们在外人的眼里看来是一对感情极好的新婚夫妇。但是回到家里，我和白新雅就分房而睡。不过大多数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和韩志杰旧情复燃，烧得极为旺盛。有时候我早上出门准备上班，白新雅才醉醺醺地回来，我扶着她去房间休息，是落在韩志杰那里了吗？那时候的他会想到我，哪怕1秒钟吗？尽管我心里清楚，我现在只是白新雅的表面夫妻，没有资格指摘她，但心里还是忍不住一试。是，新雅，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头看看我呢？我不忍地抬起手，轻轻抚摸她的侧脸。啪！下一秒，睡得迷迷糊糊的白新雅不耐烦地打开了我的手，即便是在睡梦中，她也不肯让我碰一下。无论我多么优秀，她都不会多看我一眼，
因为我不是韩志杰。如果我足够清醒的话，就应该在这个时候抽身而去。这么多年，好朋友曾经无数次劝告我：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何况那枝花早已经被别人摘下来。我这样的想找什么样的找不到，但是我总是一笑而过，因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白欣雅，只要能让我陪在她的身边，只要能时时刻刻看到她，无论是什么身份，我都甘之如饴，绝不后悔。我直起身，小心地帮白欣雅盖好被子，去厨房做醒酒汤。没多久，厨房门被推开，我转过身，看到了白欣雅，她眼里带着微微的醉意。怎么不穿鞋？小心着凉。我说着就要去玄关给她拿拖鞋，她却在经过我的时候，一把抓住了我的胳，她紧紧地贴在我的身侧，我几乎能够感受到她的心跳。在她清醒的时候，我很少和她这样亲近。你很紧张吗？她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紧绷的身体，不禁反退，眼里带着笑意。没有，我没什么紧张的。那你别走，好吗？刚才还在笑的白欣雅忽然嘴角向下，她再一次拉近我和她的距离。你不是喜欢我吗？为什么躲着我？白欣雅理直气壮。你喝醉了。我试图去扶她。我才没醉。她忽然抬高了声音。你说我好不好？当然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你说说我哪里好？白欣雅不依不饶。我一向都是拿她没办法的，只能如实回答。哪里都好。胡说，你这是敷衍。我不是敷衍，在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比得上你，全天下你最好。我郑重其事地看着白欣雅的双眼，她微微愣了愣。那为什么志杰不能好好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可是为什么他却不肯为我们的未来努力？你不知道我有多想要和他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他从来都不肯珍惜我？是我不够好吗？是我不够讨人喜欢吗？你说我哪里都好，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对我死心塌地？我到底该怎么做？白欣雅说着说着开始嚎啕大哭，蹲坐在地上起不来。我看着白欣雅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心里只觉得无比酸涩。如果这个时候她肯抬起头看看我，会不会发现她等的那个满心满眼的现在就站在她面前，完全不用为别的男人垂泪。别哭，欣雅。我顺势在她面前半跪下来，第一次主动将她拉入怀中。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只要你需要我，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白欣雅松开我，一双朦胧泪眼看得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真的吗？她停止了啜泣。你真的永远不会让我失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白欣雅吸了吸鼻子，定定地看着我，终于停止了哭泣。片刻之后，白欣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她对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一直不明白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3个月后看到她的检查报告，我才明白她的目的。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楚云安，你是愿意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对吗？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可是这个孩子是我的呀，我的孩子，你一定会是如已出的，对不对？我深吸一口气，对上他那双清澈的眼眸。孩子的父亲是韩志杰，明知故问。白欣雅顿了顿，满不在乎地抱住胳膊。那他人呢？他还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呢。白欣雅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道：我要一个人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抱到他面前给他看，只有这样，他才知道我多爱他。欣雅，你不能这么冲动，生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怎么对一个生命负责？
白欣雅现在自己都像是一个孩子，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生下一个孩子，只为证明自己的爱情？我都想过了，不是有你吗？到时候我管不了这个孩子，你肯定会帮忙的吧？再说了，现在孩子都3个月了，我要是现在去打胎，身体肯定吃不消，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欣雅，你太任性了。纵然我永远对白欣雅包容，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容忍她这么胡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韩志杰还是对你是老样子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仅仅因为一个孩子，他就可以改了性情？这未免也太荒谬了。那我也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这是我和志杰的孩子。白欣雅坐直了身子，用手护着自己的肚子，言下之意就是我这个外人没资格对他的人生决定指手画脚。不过很快，白欣雅就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腕，眼含秋水。最后一次，如果他对我不好，我就真的彻彻底底跟他分手，行吗？到时我就死心塌地的和你在一起，只要你支持我把孩子生下来后，我还能说什么？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对，我更知道白欣雅说的话也不过是在敷衍我，但是我知道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拒绝他。我最后还是听了白欣雅的话。双方父母得知白欣雅怀孕，自然而然地认为是我的，一家人都高兴得不得计划着孩子出生要起什么名字好，买什么东西。尤其是我爸妈，时常欣慰感慨，说我们家终于后继有人，终于看到我成家立业，让我一定要对白欣雅好，千万不能喜负她，让她受委屈。我也只是勉强微笑，一面点头，一面帮白欣雅切水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欣雅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期间，韩志杰一直没有出现，不知道去哪里鬼混了。担心白欣雅肚子里的孩子出问题，孩子8个月的时候，我干脆放下了一切工作，回到家里照顾即将生产的白欣雅。我为她按摩，给她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给她订了几10万的月子中心，保姆都找了4个。她心情不好发脾气，我就任由她在我身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只要她能高兴，我怎么样都可以。心情好的时候，白欣雅也会靠在我的肩膀上，陪着我坐在落地窗前看缓缓下沉的夕阳。云安，如果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就好了，你一定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白欣雅道。晚，我的心像是被一块羽毛拂过，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开口，你现在喜欢也不晚。但是我很快发现白欣雅愣了一下，我怕她多想，连忙道，别在意，我只是开玩笑，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白欣雅却没再笑了，她的面色有些凝重。等到这个孩子出生，如果他来，我们就离婚，好吗？好，我点点头，说出了白欣雅想要的回答。所有的一切都和白欣雅想的一样。2个月后，白欣雅和韩志杰的孩子顺利出生。孩子出生几个小时后，韩志杰便冲到了病房，和白欣雅抱头痛哭。我站在病房外，看着抱在一起的2个人，努力地让自己扬起了嘴角。静等了很久之后，我才拿着东西进了病房。左手是我亲手为白欣雅做的营养餐，右手是一份文件夹。文件夹里是几个月前就已经拟定好的离婚协议书。你是想吃饭再签字，还是签完字再吃饭？我把文件在白欣雅面前摊开，白欣雅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今天就签吗？总是要签的，拖了这么久，真是耽误你了。我对白欣雅笑了笑，她张了张嘴道，那我们的财产问题都给你。我道，我名下有几套房产，还有100多万的存款，
2台车都给你们。我道，我名下有几套房产，还有100多万的存款，2台车都给你们。有孩子了，以后要好好生活，别委屈自己。这些其实都是我和白新雅的婚前财产，但是我却愿意为了她拱手相让，只希望她下半生安安稳稳。韩志杰在旁边瞪大了双眼，二话不说就把笔塞到白新雅手里。赶紧的呀，愣着干什么？白新雅似乎是有些犹豫，可是禁不住韩志杰的催促，他也只好在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笔落下，我的心好像也空了一块。我拿起离婚协议书，最后一次抬起手，拍了拍白新雅的头。我去看过了你的女儿，她长得很可爱，很像你小时候。以后你要幸福，知道吗？云安。白新雅的眼里流露出不舍，这双眼睛也会为我掉眼泪吗？我想是不会的吧，她怎么会为我而哭呢？我扯了扯嘴角，直起腰，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这一次我真的没有再回头。半年后，城市的春天已经过去，山村的花儿才缓缓开在枝头。虽然春暖花开，但是山里还是很冷。我正要起身回房间找一条毯子，一转身却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新雅。再一次见到她，我有些不可置信。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生竟然还会见到她，只是不过是短短半年，她已经判若两人。当初那个神采飞扬的女子，如今已经瘦了不少，脸上不施粉黛，看上去憔悴不堪。看到我，她想也不想就跑到了我的面前，眼眶湿润。云安，你为什么就不告而别？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找我，按道理来说，她现在应该带着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心上人，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不是吗？我和韩志杰彻底完了。他明显知道我在想什么，拉起我的手，毫不犹豫地开口道：云安，我以为只要生下一个孩子，我就能拴住他的心，可是我没想到，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消失以后没多久，他就把我手上的钱全部拿走，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我有多愚蠢。明明对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却在一直追逐那个烂人。可是你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吗？当韩志杰再一次消失的时候，我竟然一点都不难过。可是当我发现找不到你的时候，我却着急到不行。或许在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对你动心，只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云安，原谅我这么迟钝，我们在一起好吗？白新雅看着我，眼里闪烁着自信和希冀。我没有想到她会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我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现在站在我面前，对我告辞。只要我拥她入怀中，那么我们就会像童话故事的结尾一般，从此幸福的在一起。可是我看着白新雅，在她的注视中，一点点地把自己的手从她的手中抽了出染。新雅，你回去吧，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了。白新雅愣了一秒，脸上满是不解。你赶我走？云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我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以前都是我不懂事，你也不会真的不理我，对不对？在白新雅的记忆里，我对她永远都是点头，不管她说什么我都会答应，哪怕她的要求多荒唐多无理。可是那些也只是从前而已。新雅，你还没明白吗？我已经不爱你了。我有些无奈地看着新雅，看着不可置信的她。你进来这么久，就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白新雅似乎是这时候才注意到我的变化。你瘦了很多。我笑了笑，点点头，然后把自己的袖子拉了起来。我的手背和胳膊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孔。半年前，
我就已经被检查出了癌症。拿到检查报告的那一天，白欣雅刚生下孩子，正一脸期待地等着自己的心上人来找她重修旧好。我站在病房外，看着她脸上的笑容，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对我来说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如果我真的非他不可，那在我临死之前，我会无所不用其极，让白欣雅留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却并不想看到他。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的喜欢也是有限的，是会被消耗干净的。我的前半生一直都围绕着你转，所以我才会在生命的最后放下一切，来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淡淡地对白欣雅说道。随着我的剖白，白欣雅面色惨白，泪如雨下。你不爱我了？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了？欣雅，我曾经以为我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但当我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我才明白，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渴望被关爱，渴望被珍惜，而你却从未给过我这些。我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坚定地看向白欣雅。白欣雅颤抖着双手，想要抓住我，却被我轻轻推开。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般滑落，每一滴都砸在我的心上。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头。你曾经问我，如果我早一点发现你的好，会不会有所不同？其实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我早点意识到你的好，也改变不了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爱的始终是那个给你带来痛苦和伤害的韩志杰，而不是我。我缓缓转身，背对着白欣雅，声音里带着一丝决绝。云安，不要走！白欣雅突然大声喊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恳求。但我没有回头，只是继续向前走，走出了这个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但我没有停下，因为我知道，只有离开，才能让我真正的解脱。离开这个让我爱得如此痛苦的女人，离开这段让我疲惫不堪的感情。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宁静和安详。我开始尝试去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画画、写作、旅行。我发现，原来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去感受。时间在我的指尖悄然流逝，我的病情也逐渐恶化，但我并没有感到恐惧或绝望，因为我知道，即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也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写下了一封信给白欣雅，信里没有怨恨和指责，只有祝福和感激。我感谢他给了我一段难忘的经历，让我学会了成长和放手。我祝福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把信放在一个精致的信封里，然后寄了出去。我不知道白欣雅是否会收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她看到信后会有什么反应，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放下了对她的爱，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满足。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感激和希望，因为我知道，即使生命再短暂，只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就足够了。而白欣雅在收到我的信后，呆立了许久。她打开信封，取出信纸一行行读下去，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双眼。她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一个真正爱她、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男人。但一切都晚了，因为那个男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
白新雅把信纸紧紧贴在胸口，仿佛能感受到我留下的温度和气息。她闭上眼睛，默默地祈祷，希望我在另一个世界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从那以后，白新雅开始尝试去改变自己，她开始去关注那些曾经忽略的人和事，她开始去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和每一份感情。她知道这是我能给她的最好的祝福，也是她唯一能为自己做的事情。岁月如梭，转眼间，白新雅也成为了一个母亲，她用心地抚养着那个曾经让我们都牵肠挂肚的孩子。她告诉孩子关于我的故事，告诉他有一个男人曾经深深地爱过他的母亲，即使那个男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爱却永远留在了他们的心中。而那个孩子也慢慢长大，成了一个善良、勇敢、有担当的年轻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但他并不怨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个值得尊敬和怀念的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那个男人，去传承那份无私的爱和奉献精神。而白新雅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他明白了，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和改变之上的。他感谢那个男人给了他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感谢命运让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幸福。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一个曾经深爱着他却又不得不放手的男人。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的爱和祝福却永远伴随着他们，直到永远。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